在我身后就是多伦多 Downtown 2022年我心目中的第一楼花价值洼地，项目名是 Daniels on Parliament， 地址是365号 Parliament Street， 开盘日期2022年9月14日，预计2025年秋天建成。随着建筑成本和贷款利息的不断上涨，不知道今年你见过多少尺均价1800或者2000一尺的楼花项目呢？而我身后这个项目只要不到1300一尺，入住前只需要付10%的首付。这样一个如此诱人的价格，错过它，你将错过1个亿。大家好，我是 Norman， 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楼花盘了。这大半年以来，我看到的绝大部分楼盘都是这样的表情。现在Downtown市场上的楼花绝大部分都是1800、2000一尺这样的价格，买了你就是在给多伦多创造房屋供给，给开发商创造利润，给加拿大创造就业和 GDP。你买你光荣。实际上这些1800、2000一尺的项目卖的并不怎么样，开发商价格定贵了，但是又卖掉了一些，不好意思降价。剩下的单位呢，不降价又不太容易卖掉，天天办活动，但是效果甚微。相信这样尴尬的局面给今年多伦多的新房供给埋下了一个大大的雷。为什么现在楼花的价格都这么贵呢？是因为开发商太黑心了吗？其实不然，单按百分比算，我相信开发商的利润空间并没有显著增长。造成现在的局面，我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建材和人工不断涨价，核心区域土地越来越少，价格攀升，建筑贷款的利息居高不下，多伦多市政府又增加了50%左右的新房政府开发费用，还有就是马上要实行的 inclusionary zoning， 也就是开发商被强行要求捐5%到10%的房子做廉租房。IZ 这个政策实行之后，还没有提交建筑许可申请的项目，在这之后提交都会需要捐建5%到10%的廉租房给社会。从时间上算，差不多2023年初开始售卖的楼花项目都会有捐建5%到10%廉租房的要求，这对开发商的成本又是一个5%到10%的上涨。根据成本加一个比例的利润是开发商定价的通常方法，而不是根据市场价。现在建筑成本高涨，而且大概率不可逆，这种情况下期待新房楼花价格下来其实是不太现实的。这么说来，难道真的没有质量高、性价比好，买了不会变成大冤种还能挣钱的项目吗？其实还是有一个的，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Daniels on Parliament。 这是我心目中2022年多伦多 Downtown 排名第1的楼花项目。具体为什么呢？我还是来跟大家具体分析一下。评价一个楼花的好坏，还记得 Norman 的3个基本原则吗？价格便宜，建筑商硬，首付低。按照惯例，还是套用我的3条公式跟大家具体说一说 Daniels on Parliament 这个项目。第一，价格便宜。 Daniels on Parliament 的均价大约在略低于1300，在Downtown相信大家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低于1300的楼花项目了。大家看到这个价格一定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确实挺便宜的。为了方便大家更直观的对比这个项目到底有多么便宜，我给大家做了2张图供大家参考。第一张图显示了Downtown有哪些最近在卖的楼盘以及它们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 Daniels on Parliament 均价1300，周围的绝大部分项目则都在尺均价1600以上，有一些甚至在2000以上。第二张图我找了 GTA 其他均价在1300左右一尺的项目，绝大部分项目都分布在多伦多边边上或者多伦多外的近郊，有一些项目价格超过了1400一尺，这些项目的价格和 Daniels on Parliament 类似，位置却差得多。相比之下，哪个项目性价比高更值得投资一目了然。能把价格定在1300，是因为 Daniels 的成本控制确实做得很好，不只是因为没有修建廉租房的指标，成本低还跟 Daniels 拿到这块地皮价格非常便宜有很直接的关系。2005年开始，多伦多市政府为了开发 Regent Park 这个区域，把自己手中 Regent Park 69英亩的土地中53英亩的土地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了 Daniels 这家公司。当然 Daniels 除了修建自己的商品房之外，还需要免费修建学校、公园、绿地、足球场、篮球场、游泳池、社区活动中心这样的公共设施，作为便宜买地条件的一部分，也是归功于多伦多市政府和 Daniels 的巨大努力。 Regent Park 这社区从以前比较 low 的社区慢慢进步到多伦多 Downtown 比较好的一个社区。
我这么讲，相信大家带着以前的眼光看，还是会有一些偏见的。我还是给大家找了2张图佐证我的观点。第一个是 Toronto Life Neighborhood Ranking， 我把 Safety 以外的属性都拿掉了，只看安全属性。Regent Park 排多伦多的33名，明显跑赢了垫底的其他几个多伦多 downtown 的区域。另一个图是多伦多2014到2021年的犯罪率图表，色差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Regent Park 是几个并列的 Bathurst 到 DVP 之间 downtown 犯罪率最低的、颜色最浅的区域之一。平心而论，如果我是 Daniels 的老板，我一定会把 Daniels on Parliament 这个项目定价定在1500到1600，绝对不会是1300，毕竟1500到1600也是可以卖得掉的。Daniels 把价格定在不到1300，真的是要给他点一个赞的。第二点，开发商硬。The Daniels Corporation 作为多伦多最硬的开发商之一，是本频道的老熟人了。开发商够不够硬，检验的方法非常简单，大家打开一个网站叫 BuzzBuzz Home， 搜索你想知道的开发商，在上面有多少个注册项目。Norman 给开发商够硬的标准是有至少30个注册项目，少于30个项目的开发商就别买了，在我看来不是足够安全。Daniels 有69个注册项目，常年位居多伦多开发商的前列。大家如果买了其他开发商的项目，也欢迎来使用 Norman 的检验方法，检验一下你买的项目的开发商是不是够硬呢？第三点，首付低。一般开发商收的首付比例越高，自己建房子时候建筑贷款越好批到，所以大部分项目需要 20% 的首付，开发商收到这个比例才能借到他们的建筑贷款。Daniels 是实力比较强的开发商，收 10% 的首付就可以贷到款，这其实是大大增加了大家投资使用钱的效率的，也增加了收益率。介绍完了这个项目为什么好，也来给大家科普一下选楼花的3个雷区。大家知道，在大多伦多地区，每一年差不多是有100多个新开盘的楼花项目的。在我看来，这其中能达到90分以上，我自己愿意出钱买的项目也就3到5个。其余的项目，无论是排第6名还是排100名，30分还是60分，在我看来都是不足够好的，也不值得投资。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朋友圈有经纪推荐楼花盘，以下这3种还是尽量不要买。第一种情况，如果你看到一个经纪人每年推50个甚至更多的楼花盘，这种情况一般别要。这是因为这个经纪没有真正的对信息做出有效的解读，也没有帮助大家筛选掉分数不够的楼花项目。大家要记得，我们想买的楼花项目是最好的楼花项目，不是随便一个。每个都说好，并不能帮我们更好的筛选到最好的那1、2个、3、4个项目。第二种情况，如果一个楼盘是经纪公司老板推的盘，通常它的性价比并不高。这么说可能会得罪人啊，不过事实上，经纪公司的老板一般是不做 to C 生意的，也就是他们不直接面向客户售卖楼花盘，他们做的是 to B 的生意，也就是服务于开发商或者是服务于经纪人。这就造成了经纪公司的老板通常会推荐2种楼花盘，一种是开发商卖不掉、不太好卖，剩了很多 inventory 的楼盘，另一种呢是花了很多钱打广告，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楼盘，可以吸引大家的眼球。无论如何，这2种楼盘都不是性价比最高的楼盘。第三种情况，如果你看了一个人的介绍，看了半天没发现这个项目卖多少钱，别买。我给大家推荐任何一个项目，都是优先根据项目的价格和性价比来的。我会在最显眼的位置告诉大家这个项目的价格是多少，为什么性价比高。不过我发现市面上除了我以外的绝大多数经纪人，一直是盯着一个项目多么高大上来宣传的，只字不提投资楼花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项目本身价格便宜。房地产投资的终极奥义是没有不能买的房，只有不能出的价。看了半天你不告诉我这个东西卖多少钱，我买啥呢？一个东西再好，价格贵了也立刻会变成垃圾。综合上述3种不能买的楼花推荐， Norman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给大家推荐的楼花项目一定是我认为性价比好，而且自己愿意出钱买的项目。我服务的对象是屏幕前的你，而不是任何一个开发商或者公司。我自己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看好这个项目，也感谢 Daniels 给予的机会。这次我有幸采访到了 Daniels 的 VP 之一 Tiffany Wood， 请他作为员工来聊一聊自己如何看待 Daniels on Parliament 这个项目。Hello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here today to have Tiffany Wood on my show.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hank you, Norman. Yeah, please kindly say hi to my audiences. Hello, everyone. Yeah. I'm going to ask you one quick question. Why do you like Daniels on Parliament? Why do you recommend it to anyone else?
Well, there's a lot to say, but I'll keep it to the key points here. So one is the location. You know, we're in downtown East. We're a stone's throw away from Cabbagetown. You have the distillery, the Eaton Center, a 10-minute walk. It's close to universities for investor clients like Ryerson. Specifically of the building, so you have 24-hour streetcar service at the TTC right out your door. The amenities in the building, so there's a maker's room, there's a party room indoor and outdoor, commercial on the ground floor, and also we're going to be coming in at a very attractive price. So under $1,300 a square foot, which is unheard of for downtown. We have units that range from studios all the way up to 2-bedroom plus dens. So yeah, I think everybody will be happy. That's amazing. Yeah. So how can we get any allocation from this project? Contact Norman. Okay, amazing. Thank you. Thank you. 采访完 Tiffany， 我又在售楼处的一角看到了这个 Studio 的 Model Home。Studio 面积是比较小的，但是高科技可以改变这一切。大家看这边，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书桌，或者说是书柜。而当我们按下这个按钮，我们可以发现书桌的背后是一个步入式的衣架。当我们需要使用衣柜的时候，就打开这个空间，使用完了再把它关上，真的是最大化的利用空间啊！想体验高科技的居住环境吗？认准 Daniels on Parliament。欢迎回来。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欢迎加我的微信联系我，一定帮你拿到满意的房子。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我们下期见。